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1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有新说法，变化很大。作为一个跑政治线的记者，这么多年最怕的新闻是什么？就是会议新闻啊，会议新闻真的很枯燥。但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呢，没那么枯燥。为什么？因为里面有新东西啊。那么新东西是怎么来的？新东西是比较而来啊。所以我今天会拿今天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去年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两个新闻稿放在一起比较，大家就会看见这里面其实还是蛮有趣的。先说标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做重要讲话，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这是个标题啊。如果以我们新闻培训的角度来说，这个标题肯定是要枪毙的，因为你怎么能讲这个呢？但是这就是标题，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标题。今年的新华社的标题和去年新华社的标题一模一样，一个字都没改啊！为什么？这不能随便动，一动变化很大啊！为什么？这涉及到政治地位的问题。那么导语一模一样，主要内容也是一模一样，就是从标题到前两段跟去年是一模一样，只有一个变化。时间变了一下啊，这是一个。所以呢，新华社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会非常小心，不能出问题。一出问题，大家有不一样了，有不一样肯定是有原因的。大家知道，中共是非常文牍主义的啊，就是它的文件的格式很重要，文件的格式跟文件的内容一样重要。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政治地位的问题，他们是把很多政治的元素放到了这个格式当中去，所以格式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啊。还有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前两段一模一样，时间变一下，但是呢，前两段中间有两个大头，一个大头是习近平，一个大头是李克强。去年的新闻稿呢，习近平的头很大基本上是一个特写，大头特写。然后呢，这个李克强是个中景中景就是坐那里的一个中景。今年不一样，今年就是两个人都是中景，习近平稍微大一点点，但是面积是一样的。去年也是这样去年两个面积是一样，但是今年就是两个中景，习近平的头稍微大一点这就是变化这就是变化。好，我们讲内容。例行公事，先说成绩，所有的新闻稿都是一样，先说成绩成绩怎么说会议认为今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最后是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历经艰难险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战的结果这个评价是是成绩是这么来的是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然后就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这么说去年的提法是这样，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国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稳中求进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就是区别区别就很明显了。明显什么？今年对习近平的地位的强调的表述就没有去年那么突出今年更强调的是全党
所以他表述的方式不一样了啊。会不会说我们原来的那种表述太沉闷，我们要换个提法？不会的，改变都是有原因的。新华社它可以去年的稿子跟今年的稿子一模一样，再发一遍，把时间换一下，为的是什么？不出状况，不要引起大家的不同的想法啊，他完全可以这么做，所以他的改变都是有原因的啊，这就是政治啊，就是成绩表述啊当中对习近平的地位，这个不一样啊。好，重点来了，经济政策怎么说啊？中央工作会议讲的是明年的经济政策啊。中央工作会议通常是什么呢？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会开一个政治局会议啊，定个调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共中央跟国务院合属的一个会议，所以两个部门一起开，就两个这个机构一起开，那么其实是为明年的经济政策制定方向，所以核心要看经济政策啊。那么重点，明年怎么说呢？他这么说，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也就是说，他会继续维持今年的主要的经济政策啊。那么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的时效啊，这就是基本上讲话两头堵啊，这就是中共的官方语言，就是既要这样也要这样，既要这样也要这样，两头堵住啊，没有毛病啊，这都是废话啊。什么意思呢？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就是基于什么？基于两点，基于现在经济的脆弱啊，经济基础非常脆弱，它需要财政政策。就财政政策是什么？就是多花钱，就是多花钱。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多花钱，关键是看你花在哪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啊，政府财政收入大幅下降，然后怎么办？举债啊，那么今年是大幅举债啊，扩大了很多啊。那这个用官方的口径来说，这个债务率已经超过了3%啊，3.5%啊。那么理论上来说，还有其他的统计口径，它就没算进去。那么今年已经这么个举债法，明年能不能再维持这样的举债水平呢？不好说。但以他现在这个说法，要继续积极的财政政策，那明年要是再这么举债的话，后年就会有点麻烦啊。所以实际上，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认为到了明年，它也有难以为继的局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稳健的货币政策啊，稳健的货币政策怎么说呢？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今年的货币政策一点都不稳健。其实今年的货币政策非常积极，只不过呢，它为了在陈述上不影响汇率，所以它还是叫稳健的货币政策。所以中共经常说一套做一套，所以你还不能够全信它啊。好，我继续看它这里面的陈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要提质增速。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持的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形债务的风险工作。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其实这里面核心是什么？这里面核心是地方债，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啊。地方政府隐形债有多少？现在账面上就是打开来看的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大概是25万亿啊。那么隐形债多少？隐形债我们去年做的应该是在60万亿左右啊。那么
就是说大概超过他现在的账面上的债务的1倍有余啊，大概60万左右。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加这个桌面上的债，大概是85万亿，这是去年的数字。今年怎么着也得涨个10万亿吧，那也就是将近95万亿啊，95万亿就小100万亿。地方政府的这个隐形债加上账面上的债，差不多相当于1年的 GDP 啊，这是非常可怕的数据。那么地方政府的隐形债能不能控制得住？控制不住。它既然叫隐形债，你就控制不住。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想过日子啊，所以这个问题是明年隐形债也会是一个为什么这么多这个债务违约？债务违约其中有一点就是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处于技术性的破产的状况，他根本没有钱，他一定是要去债务违约的啊。然后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配，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长增速相匹配啊，这个都是讲了很多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货币政策今年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大水漫灌啊。现在最关注的是什么？最关注的是明年货币政策会不会退出？现在关心的是这个问题。你想，比如说像周小川原来人民银行行长，比如说像那个楼继伟原来的财政部长，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现有的货币政策是不是需要退出，适时退出啊？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今年大水漫灌，明年要是再大水漫灌，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出问题啊。那么通货膨胀会有问题啊。这个时候通货膨胀要是来了的话，中央银行基本上束手就擒，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很敏感啊。所以现在这里面有没有讲？没有讲啊。然后就是最后就加了一句什么？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就是刘鹤给习近平提出来的。前面这3段话看上去都是像刘鹤的调子啊，然后要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啊，这都是废话。好，这是总的经济政策大体方向是这个。有没有新内容呢？货币政策没有新内容，财政政策有一点新内容啊，就是说从目前来看，这2个政策，财政政策是有问题啊。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不觉得明年它还有多大的力量去推动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明年有没有效？我觉得我是打个很大的疑问啊，因为债已经这样了，你还举债啊？你再去借的话，还借不借得动啊？这是一个问题。货币政策明年就面临的退出的问题啊，主要是这2个方向啊。好，下面就是主体啊，主体是什么？抓好明年的重点任务。这口气呢列了8个任务啊，8个任务。去年列了几个任务？去年列了6个任务。我先说去年，我们看一下去年中央工作会议列的任务跟今年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关联啊？第一，先说去年啊，我们就分析一下啊。1，坚定不移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啊，这是狗屁啊。2，坚决打好3大攻坚战，3大攻坚战就是小康社会。这个扶贫、环保，扶贫这块它基本上要宣布成功了啊。环保是在坚决的打，那么对企业影响很大。小康社会，你看一下，等一下会有结论啊。第2、第3，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啊。因为去年经济已经差到那个地步了，所以才提出这一条。这整个去年的任务当中，唯一有跟实际现实有关联的就这一条啊。
然后第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跟今年一模一样。五，着力推动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是什么？就经济增长放缓了。他的意思就是，你看我经济增长一放缓，说明我的经济质量就提高了，这都是骗鬼的。第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就在整个的6条里面，只有1条是跟实际经济现象有关联的，就是群众生活困难就这个，因为经济实在太差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去年制定的这个6个任务，基本上你看今年整个经济发展的情况完全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这就是刘鹤给去年的，你一看那个整个中央工作会议的调子，那就是刘鹤的手笔，刘鹤给习近平写的。今年呢，我们看一下它的重点是什么？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是回应美国的科技战第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这也是针对这2点都是针对美国的，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脱钩战略，一个科技战，一个产业链外移所以它就2个回应，增加产业链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这是第二。三，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扩大内需了需求不够了，需求不足了经济增长动力有问题了，所以扩大内需四，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它这个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呢，里面是有内容的有几点第一，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谁在逃废债？谁在逃废债？先讲一些清楚，谁在逃债、废债？谁在债务违约？国企在逃废债。国企逃废债的原因是什么？地方政府破产。所以地方政府破产是逃债、废债、债务违约的背景这是一个。第二个，要规范发展第3柱养老保险。为什么叫第3支柱养老保险？为什么？社保出问题了，社保出问题了，所以要规范发展第3支柱养老保险本来养老保险是从哪里要发展哪里？社保社保就是中国养老保险的主体那你要发展第3柱什么意思？那现有的社保肯定是有状况的。第三，要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就是 CPTPP 这个习近平在那个加入这个 RCEP 之后5天就提出要加入 CPTPP， 这已经写到中央工作会议里面，所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不一样的，跟上一次是不同的要大力提升国内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安全审查机制，重视运用国际通信规则，维护国家安全。这也是在回应美国在回应美国，就是美国的各种制裁，他在回应他第五，解决好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的内容它还是有具体内容的跟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不一样的。第五，解决好种子和耕地的问题。你看非常接地气了，这次要开展种源是什么？就是粮食种子种子的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中国用的种子来自哪里？不是来自中国，大部分来自国外，美国的企业。美国是种子大户，粮食种子大户是美国，所以中国其实你说要卡脖子的话，美国真要卡中国的脖子，饭都没得吃第一就是种子的问题，粮食种子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要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规范耕地占补平衡。强调耕地了，为什么要强调耕地？强调种子，强调耕地，这2个问题跟什么有关系？
跟粮食安全有关系。跟粮食安全有关系，为什么粮食安全有问题？你想一下，今年中国进口了多少粮食？中国今年进口的粮食比去年增长了30%，也就意味着中国今年粮食大幅欠收，就是少收了30%，你才会进口增加30%嘛？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情况？我讲的是不是总的生产减少30%，是进口增长了30%。进口增长3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欠收嘛，欠收你才会增加进口，没欠收你增加进口干啥？所以今年粮食肯定是欠收，所以明年要抓粮食生产，抓粮食生产抓2点，第一种子，第二耕地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第6，强化反垄断和防止基本无序扩张，这就是我们昨天做的这个马云的这个主题啊。马云其实是这个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就是马云成为一个靶子啊。那么这里面还有具体内容啊，包括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这就是对谁下手？这就对蚂蚁集团要下手。蚂蚁集团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大数据，来自于人工智能。它开始要控制它的数据收集啊，控制它数据收集，那这个大数据就会出问题。从这个底层开始要挖它的基本盘啊。第7，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啊。坚持这个内容是怎么说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就是还是不能炒房啊。那么高度重视租赁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面的同等权利啊，这叫什么？这叫租购同权啊。然后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说这个回头我们专题讲房地产嘛，好不好？8，做好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啊。中国已经做出一个承诺，在气候。什么承诺呢？就是2030年达到峰值，就是说中国的碳排放到2030年达到峰值，也就是说2030年之后要开始下降，2060年实现碳中和。碳中和什么意思？就是排放跟中和的量是达到平衡抓紧实施达峰行动方案，以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经过几代人一以贯之，持续奋斗，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啊，这就是结论啊。那么怎么说呢？我们评价一下，对比去年跟今年的这几个任务啊，去年基本上是务虚的啊，那么跟实际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没有1毛钱的关系。那么，但是你看一下今年经济的整个发展的态势，去年经济工作会议等于白开，没有任何意义。这第一。第二，今年的这个任务呢，就非常具体，而且非常明确政策指向啊。那么显然，这部分的内容显然来自国务院，这跟去年不同，去年肯定就是这个刘鹤一笔写到底了啊。那么今年不同，今年可能就是国务院出的这个方案啊。那么显然，这个李克强的这个地位是在上升的啊，上升。原因有2，第一，原来的问题呢，就去年的问题呢就很严重啊。那么今年的问题就不是很严重了，今年的问题就快兜不住了啊！你比如说讲，他为什么要讲第3支柱，讲社会保险的第3支柱？当你讲社会保险的第3支柱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
第一、第二支柱是有问题了，所以要发展第三支柱。所以他有些问题他已经快兜不住了，兜不住了。如果你再不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就会影响全局啊。所以要尽快的出政策去解决问题。所以去年你务虚问题很严重啊，但是你务虚跟今年情况，今年你再务虚的话，麻烦就大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习近平这个权斗很有优势啊，权斗有优势，因为他占着大位，然后他有众多的这个小兄弟抬轿子啊，他有优势，但做事很烂。因为什么？因为他选的那些人都是烂人，所以他做事就很烂啊，就物以类聚。那么，但是呢，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当这事情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这个轿子可能也会翻啊，这就是现在的格局啊。就是说，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他现在这个任务呢，就非常的，你看以往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只讲经济问题，只讲国内问题。但是你看这一次的这个具体涉及到的内容，就不仅仅是国内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那你看呢，中美关系有很多是在回应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啊。那么最后会议号召呢，其实还是反映地位的问题啊。今年是这样说，会议号召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开拓进取，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讲的还是比较平啊，讲的比较平。去年是这么说，会议号召全党全国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戮力同心，锐意进取，坚决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这个会议有两个细节，我们两个变化啊。先说细节，这个行文当中呢，更多的称同志啊，更多的称同志啊，什么领导同志、负责同志、全党同志啊。这为什么共产党一讲同志呢，就有点那种就习近平讲的这种团伙信息，这种氛围就出来了。就互相一喊同志，团伙氛围就出来了。就咱们一伙的，我们得外部压力很大，我们得团结，这就有这种凝聚党内团结的意思啊，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一读这个文章，大家就感觉不同啊，什么不同？去年那种颐指气使啊，这个全党同志啊，全党全国啊，要怎么，在今年不同了，今年是全党同志啊，要怎么样，这就不一样了，就是那种豪迈，去年那种豪迈没有了，有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凝重，还有什么困兽犹斗啊这种色彩啊。所以呢，你看这一年下来，时局变化非常的大啊。去年的情况是局势败坏非常严重，但是呢，习近平仍然控制局面。说我就不说，就这个态度。去年的你看中央工作会议大概就是一个这样情况，我就不说啊。那么今年的情况就完全改观，这个局势已经再不收拾就不可收拾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看出来中共的这种灵活性。所以苏共为什么会最后崩溃的原因是什么？苏共的特点就是僵化，非常的僵化。他看着这个结果，他没办法动，没办法调整，最后走下去了。那么中共就很灵活，中共灵活的态度是什么？你看习近平的态度就是，这个问题有问题啊，我搞不定，你来，我稍微挪一下，他很灵活，但是我还控制局面，你给你就让渡一些权利给你，你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搞不定。大概就是这种，就中共这种灵活性就在这个时候就表现出来啊，大体上就是这样。就是说，
中国现在你可以看，通过这篇新闻，你也可以大体上看到中国现在的权力格局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习近平把这个局面搞成这个样子，那么李克强的那边的力量就开始上升啊，上升之前呢，双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厉害的这种勾心斗角的东西，就勾心斗角有啊，但是不明显，为什么？因为力量悬殊很大。今年的情况就很不同，今年情况就，李克强上升的很快，然后双方就有对抗的实力了，所以你可以从这篇文章一看，前面那部分，应该是刘鹤的手笔，后面这部分就是国务院的了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局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新闻跟大家解读一下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也反映了这个局势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请大家各抒己见，好吗？好，我们今天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明谢 Lin Takayama， 谢谢啊。Harvey 王，谢谢啊。问题：政府举债，是谁借这么多钱给政府？政府为什么可以借新还旧还不崩溃啊？朋友，国债的话，国内很多老百姓买，而且华尔街也用中国国债吃息差，所以目前来看，国债还是稳得住的啊。国债的购买主体是谁哈？国债购买主体不是老百姓，也不是外资，国债的购买主体是银行和金融机构是国债的购买主体。那银行跟金融机构的钱是从哪里来？还是老百姓的来存款啊？观点：今天铁矿石期货已经创全历史新高，如果铁矿石价格没办法在几天内稳下来，明年中国经济将有恶性通货膨胀。另外，动力煤价格3天前限电时有快速回稳，但是今天又开始涨。如果到12月底动力煤价格没有办法降下来，那估计限电还会持续。如果价格再次突破新高，限电规模应该会扩大。非常正确。这就是中国对澳洲发起一场这个关税战的直接后果。那么那个谁，那个胡雕盘胡锡进啊，胡雕盘胡锡进在微博上说，应该是在微博上说，我没去看啊，我看到推特上有人引用他说这个限电是因为环保，特别是浙江说是因为环保指标，限电。你太小看浙江人了，浙江人会为了环保去限电，疯了，真的是。而且那个地方都是什么地方？都是出口的地方，出口非常非常依赖出口的地方，什么温州这个义乌小商品，你想想什么情况？他怎么可能因为环保去拉电？你太小看浙江人了。浙江人的特点是什么？闷声发大财啊！所以习近平那个谁胡锡进，胡锡进是一个既没有底线，也没有见识，也不专业的烂人啊。毫无疑问，这位网友讲的非常正确。第一点，我解释一下，铁矿石价格上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钢铁价格就会上升，钢铁价格要上升，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汽车所有的成本都会上升，这就是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叫什么？叫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因为你上游的原材料价格上升了，因为像宝钢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啊，
宝钢已经把明年的钢铁价格提高了，平均提高了，各个品种平均提高了一吨300到500元。那你想一下，这价格会加多少？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动力煤价格持续上升，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价格结构当中，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动的，是什么？电价。中国的电价不是随行就市啊，它是固定的。电价固定之后，好了，那么就出现了两个利益主体的博弈啊，两个利益主体，一个是煤矿，一个是电力公司啊，就是发电公司。其实电力产业链3个环节，一个是发电，一个是电网，一个是售电啊。那么发电公司呢和煤炭、煤矿就变成2个对立的主体，因为电价被封死了。当电价一封死的时候，那你煤价越高，这个叫什么？这个发电公司利润就越少。煤价你超过了它的成本，发电公司就赔钱，就是这么简单。那么煤炭的价格越低，那么发电公司的利润就越大，就是他们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零和游戏啊。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如果煤炭价格持续上升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现在大量的限电有我昨天节目当中讲的那些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当煤炭价格上升到发电厂它进的煤的成本已经超过它发电的成本的时候，它就不发电了，尽量少发电，因为越发的电越多，它越赔钱。它为什么干这种事情？这就是我们讲的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没有完成的原因。什么原因？就是电价改革。电价如果你不改革的话，那为什么电价要改革？电价说明他们电力供应的效率不高，它成本太高太贵，一大堆的问题啊。所以明年的问题会非常的大。现在这件事情如果持续发酵下去，限电的面积会越来越大。中共编的那个故事已经包不住了。观点，反正现在 CCP 是全球宿敌，通过5毛的言行拉仇恨，把本来相对中立的国家变成了敌人。现在来朝鲜都不怎么，现在来看朝鲜都不怎么帮 CCP 发言了。今天国内新闻说北约大国挺中国，哈哈，我一看标题以为是英法德，谁知道是土耳其。土耳其变成北约大国，中东大国伊朗，南美大国委内瑞拉，非洲大国津巴布韦，好吧。观点，想要续命只有2条路可以走：一，拥抱民主，以开放的姿态重新拥抱新世界，融入现代国际贸易体系；二，加速倒车，彻底关门土改，一夜退到史前文明时期。前者民之大幸，国之大幸，世界之大幸，后者又是一场浩劫。提问，王老师你好，从疫情开始看你的节目，受益匪浅，万分感激，谢谢你啊。新闻联播这几天在播3民实践系列报道，已经3天了，力度相当大。焦点访谈也同步报道相关内容。3民是一个当年支援3线建设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现在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请问如此宣传是什么意思？是让大家去支援3线建设吗？王老师可以分析一下，再次感谢。网友说3民是福建省辖地地级市，是靠劳习的福建帮吧？我没看过这个节目啊，我不知道他在宣传什么东西，我回头查一下。我没看出来3民有什么实践。大家知道实践是什么？实践就是实践这个习近平中国梦类似一个这样的东西。那当然习近平从福建出来，那这个网友说犒劳福建帮也有可能，我现在还不清楚，我再看看再说好吗？
情况，北方大城市建筑类的中建系统开始裁员放风。另了解一下，这个建筑施工单位整体收账非常差，不知道今年春节是否能够保持付款率。 OK， 观点加提问。我认为社区团购确实对传统产业和小商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同时人民日报将那些互联网巨头去创新，试问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谁还会投入巨资跟时间研发呢？请问王老师，外国的产业发展相对平衡，是否真的主要由于产权的保护而已？你用而已呢，我就没法答你，因为你而已呢，也就是这一个。那你想一下，一个产业的发展，产权制度是什么？产权制度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那你产业要发展，那么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产权的保护而已呢？那肯定不会是这样。社区团购对传统产业和小商贩造成冲击，当然会造成冲击，一定会造成冲击。那么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业态的诞生，对传统的旧的商业模式和业态都会产生冲击，不仅仅是小商贩，也不仅仅是传统这个小企业个体，对所有的都会产生冲击。你就像当年淘宝出来，那对很多实体店都产生冲击，所以你不能说一产生冲击它就不能干。所以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它问题是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啊？它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看昨天的节目啊，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观点，我今天回顾了王生讨论中国人价值观的那一期，颇有同感。中国人的价值要放在人群当中才能体现，这种价值观像病毒一样肆虐韩国演艺界。韩国最近2年的整体娱乐文化水平下降，变得浮躁，演员本身演出的精彩程度大不如前，这跟中国人带过去的那种跟风站队喊口号随大溜的民族性有很大的关联，破坏了娱乐市场的根基，就像破坏美国民主根基一样。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 TikTok 上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用户的普世价值观。观点，去年号召小康社会还是民生的目标，今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要大家注意力放在国家级别的成就上，类似嫦娥5号隐含的含义是大家为了伟大复兴应该牺牲一些啊。那中共一直是这样说的啊，就是中国人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中国人的生命的价值在于实现伟大目标啊。那么一个正常的国家的国家价值在哪里？一个正常的国家的价值应该在于帮助每一个国民实现他的价值目标、人生目标，是国家的理念。国家应该有这样的理念，任何一个不能帮助普通的国民实现他的人生目标、实现他的人生价值的国家都不值得存在。如果这个国家要求他的国民帮助这个国家实现国家的目标的话，这个国家应该灭亡。为什么？你想一下就知道情况，抖音、微博、大 V 突然达成一致共识，祖国情势一片大好，赶快投资，没钱的赶紧向银行借钱。另一方面，房价崩盘的信息全部变成违规信息。 OK 房价在崩盘吗？还没吧。房价没那么容易崩盘，但是房价很危险很危险。所以我们找个时间谈一次中国买不买房子的问题吧，好不好观点，撒谎蛊惑民众民族主义情绪一般有2种情况：一是要做一件大事，需要民众无条件服从，比如曾经的希特勒2证据不稳，必须用舆论控制民众的情绪或者转嫁矛盾。真正的盛世需要的是意见，以便对危害盛世的情况加以纠正观点，中共的灵活性就是中国传统的实用功利主义。以前帝制
皇朝南道只讲儒家，也会用法家、道家，所谓的王道。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使用功利主义、拿来主义，总之对统治有好处就用。观点：今天谈中国议题，让我想起来前一阵子震惊世界的贝鲁特港口大爆炸之后，第一个到达港口废墟看望民众的居然是法国总统马克宏。黎巴嫩群众围着马克宏，请求再次被法国托管，因为历史上法国曾经是黎巴嫩的宗主国，现在黎巴嫩人民实在无法忍受自己政府的腐败和不作为。马克宏之后会见了黎巴嫩政府官员，并在人民的反对浪潮中，黎巴嫩政府解散。我不是说中国要找宗主国，而是中国人民要有强烈的反对腐败政府的要求，自救。观点：虽然宪法已经改成可以连任了，但是情况如果越来越恶化，习在2030年想要继续连任，一定会有人反对。加上习对于民生经济处理手段非常差，澳洲限煤造成限电，如果不断发生，2023年习一定会有巨大的压力。如果澳洲限煤造成限电这种事情，我们对习办杂事情的能力非常有信心。2023年这一年对中国很重要 ，OK， 好吧。观点 ：CPTPP 中国是进不去的，日本已经话中有话的拒绝了，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进 CPTPP。日本的意思就是中国不符合条件，别想了，除非中国改变，不明着说罢了。大陆人懂共产党的语言，但是我们台湾人是最了解日本语境的华人族群。OK， 情绪，知道王老师很久了，在国内一直没有时间看直播，现在到了美国，连续听了几期，已经上瘾了，每天必须打卡。希望您身体健康，多多整合信息传递给我们，非常长知识。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肯定。情况，王老师，我们家和几个朋友家房子现在都租不出去，不是学区房也很难卖出去。现在卖房子很困难，大概你要放低若干个价位你才能出手啊。二手房，讲的是二手房，租不出去的情况我倒是第一次听，租不出去是第一次听到啊。好，明谢 YZ， 谢谢。枯燥的官样文章可以被王先生解读的那么生动具体，为大家破解了密码，点赞，谢谢你啊，谢谢 YZ。Elena 妈，谢谢陈勇，谢谢。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